克里姆林宫被炸，莫斯科遭遇无人机袭击，俄边境更是被持续轰炸。再这样打下去，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就要变成俄罗斯自己的卫国战争了。从乌克兰去军事化，转变成俄罗斯保家卫国，这个弯你让顶级的 F1 赛车手也转不过来呀。1个月2次的莫斯科无人机袭击事件，让克里姆林宫觉得莫斯科已经不再安全了。克里姆林宫那些当权者要为自己留后路了，这不要在莫斯科建设一个防空洞。最近俄罗斯公开的一个采购合同显示，在上月多次遭遇无人机袭击之后，莫斯科正在准备最后退路。克里姆林宫已经与莫斯科中央临床医院签订了一份协议，将在临近医院的地方建立一个极高规格的大型防空洞。整个工程预计将花费3500万卢布，承包商拥有15天的时间来提交设计方案，然后克里姆林宫进行审核。当然，这个防空洞可不是给平民老百姓准备的，而是面向特定政府人群。说白了，就是克里姆林宫那群当权者。按照设计要求，这个防空洞将容纳800到1100人，能够抵御相当强大的爆炸冲击，并能防御10公里范围内的核辐射。防空洞包含几个出入口与一个紧急出口，并设有主要房间和附属房间，同时还将配备先进的通风和供暖系统，能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气体的入侵。另外，防空洞内还将建设战时医疗保障体系，以及国家领导人可能会用到的特殊通信系统。整个防空洞建造工程预计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完工。值得一提的是，莫斯科中央临床医院是俄罗斯目前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的医疗机构之一，同时也是保证俄罗斯主要高层健康的医疗机构。此前，白俄总统与普京会面之后，感到身体不舒服，就被紧急送到这家医院进行治疗。在2022年，被称为苏联掘墓人的戈尔巴乔夫就是在这里医治的。所以外界就认为，克里姆林宫选择在这里开挖防空洞，就是为了保证莫斯科那些 VIP 的安全，比如已经70岁的普京。从侧面也显示出，莫斯科发生的多起无人机袭击事件已经让普京等人感到不安全。对于俄罗斯国防部能够完全阻挡此类袭击，并没有太大的信心。当然，这种担忧也是情理之中，而普京也确实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1个月不到的时间，莫斯科2度遭遇袭击，而且在莫斯科市内还潜伏着乌克兰特种人员。此次建设防空洞还透露出几个危险信号。1个月2次遭遇袭击的莫斯科的防空力量很难给普京带来安全感。在5月3日，2架自杀无人机袭击克里姆林宫，这等同于直接袭击了美国白宫，一时之间竟让火力军不知道双方究竟谁在攻谁在守。在5月30日早间，多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造成了2人受轻伤和部分建筑物的轻微损伤。俄罗斯国防部给出的官方消息为8架，其中有3架遭到了电子战系统的拦截，在失去了既定的目标，最终坠毁。另外5架被铠甲近程防空武器系统拦截成功，但也有小道消息表示有30余架。不到1个月的时间，莫斯科连续2次遭遇无人机袭击，这给俄罗斯防空系统带来巨大压力。这说明俄罗斯防守最严密的莫斯科并不是绝对的安全。这种袭击就像是在羞辱俄罗斯，而且能在莫斯科实施无人机袭击，要么俄罗斯防空系统有重大漏洞，要么就是俄罗斯内部有鬼。虽然无法得知这些事件是无规则袭击还是有针对性的刺杀，但俄罗斯必须要加强对普京的保护。那为什么无人机能轻易突破俄军防控体系，进入莫斯科实施袭击呢？为什么俄罗斯防空部队就这么无能呢？乌克兰战场已经告诉了我们，无人机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隐蔽、最致命的战争手段之一，拥有着体积小、成本低、灵活性高以及隐身性强的特点，可以在不暴露自身位置和身份的情况下，对敌方目标实施精准打击。目前，乌克兰装备的无人机由引进和自研2部分组成，既有从土耳其进攻的 TB2 察打一体无人机，也有苏联时期的老旧喷气式无人机和商用无人机。这些无人机不仅能用来执行侦察、监视与定位等任务，还能用于对地攻击、干扰与破坏。
根据俄罗斯公布的消息，在5月30日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中，都携带了各种爆炸物或导弹，在莫斯科市区投掷或发射，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乌军出动这些无人机可不是简简单单的搞破坏，可以帮助乌军检测各种无人机系统，看看使用多架无人机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战果。其次，还能检测莫斯科周围的防空系统。另外，这些来袭的无人机拥有多种航道，所以此次袭击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评估从不同方向围攻莫斯科的可能性。乌军袭击莫斯科，就是想将战火燃烧到俄本土，同时还能打击前线俄军的士气，分散俄军对乌军反攻的注意力，迫使俄军将更多的防御力量拉回国内。作为一个曾经强大的国家，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也拥有世界上顶尖的防空导弹系统。然而，在无人机袭击行动中，俄军并未能有效阻止或反击乌军无人机，显示出俄罗斯本土防空确实有拉胯的一面。在发现来袭无人机的时候，俄军也立即启动电子战系统和防空系统，试图干扰击落来袭无人机。但由于无人机的数量、速度、高度以及航向等因素的不确定性，俄军防御系统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只有3架被电子战系统干扰，从而偏离路线，另外5架则被防空系统击落。但在这个过程中，仍有部分无人机成功投掷发射了武器，所以才造成了莫斯科的破坏。一方面，无人机这种低慢小的目标本就是防空的难点；另一方面，俄军防空雷达等硬件设备相当老旧，此前主要针对的是北约导弹与核武器，但面对这些无人机这类的武器，还是有些捉襟见肘的。这些新型飞行器可以在低空或超高空进行隐蔽或突然袭击，使得俄罗斯防空体系难以发现或拦截。正常来说，如果这些无人机真的来自乌克兰境内，那么通常需要经过俄军2道防线，一个在俄乌边界和俄乌控制线附近，俄军会安排兵力集中防御，包括对空警戒雷达、低空飞行捕盲雷达以及各种防空导弹系统。但乌军无人机一路突进，直接抵达莫斯科周边才会干扰或摧毁，已经说明了俄军在防空网络上有非常严重的漏洞。这个漏洞可能出现在俄乌边界或俄乌控制线附近，有可能是因为受到乌军远程火力的威胁，俄军难以部署防空力量，所以产生了这个漏洞。这让外界对俄罗斯的防空能力产生了非常大的威胁。如果莫斯科下一步遭受更大袭击，俄军部署的防空系统能否及时阻止？另外，俄军战备值班系统可能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一点就连普京都承认的，因为他曾表示，莫斯科的防空系统还可以进一步改进。那改进之前，先给自己挖个防空洞，似乎也是很合理的。从某种角度来说，乌克兰利用小成本的无人机来干大收益的袭击，虽然并未对莫斯科造成非常大的伤害，但依旧能让民众感到恐慌。俄罗斯媒体还曾爆料，不少莫斯科企业与居民遭受无人机袭击后，便开始大量抢购反无人机枪，最高达到150万卢布一把，销量短短几天内暴涨数倍。所以就有人表示，这其实才是普里戈金每次大骂绍伊古能赢得俄罗斯不少民众叫好的真正原因，因为这些人正在遭受威胁，肯定要先骂当权者。另外，不只是莫斯科，如今毗邻乌克兰的俄本土也已经成为乌军炮击的重点目标，比如别尔哥罗德州与布良斯克州等。随着战火的燃烧，俄本土已经开启卫国模式了。在5月底，俄罗斯自由军团与俄罗斯志愿军就在700公里的俄乌边界线上对俄本土进行了攻击。分遣队由2辆坦克、1辆装甲运兵车以及9辆装甲车组成，越过俄乌边境进入别尔哥罗德州。莫斯科国立大学上空出现了一个挂着俄反对派旗帜的气球，这是1941年之后俄本土首次遭遇地面袭击，主要是俄罗斯边境地区。虽然俄罗斯官方表示已经在第一时间击溃了入侵敌人，并晒出现场图，然而却瞒不过吃瓜群众。有人发现战果视频和照片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他们指出了一些细节，包括其中一辆车前面轮胎没有泥土，而车辆掉入壕沟受到撞击后，轮胎上不可能没有泥土等等。一时之间，俄罗斯国防部战果造假事件开始疯传。在过去的几天，俄本土斯莫棱斯克州首次遭到袭击，2架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燃油设施，库尔斯克州也发生了多次爆炸。卡卢加州州长沙普沙报告，
在该州基洛夫斯基区，一个不明物体在森林中坠落并爆炸。显然，俄本土战火越烧越大。如果外界认为这只是乌克兰泄愤行为，那考虑的是有点少了。毕竟莫斯科都遭到袭击了，凭什么认为乌军不敢大举进攻俄本土？这种频繁的越境袭扰点的最大作用，应该就是牵制在乌克兰战场作战的俄军了，有种围魏救赵的感觉。如果俄罗斯不能在乌克兰战场取得大突破，特别军事行动将变成俄罗斯的卫国战争，这不是让全世界看俄罗斯的笑话吗？目前没人曾猜测到乌军下一步做什么，就像泽连斯基回应记者的话一样，这是战争，不是电影，很难说什么时候会发动反攻。对俄罗斯而言，不止无法确定乌克兰何时反攻、何地反攻，也是俄罗斯现在所猜测的方向。英国军事专家曾推测，乌军反攻的方向有3个：扎波罗热地区、顿巴斯地区以及乌克兰国界以外的俄罗斯本土。因为没有任何人保证乌军不会长驱直入进攻莫斯科。西方虽然宣称不允许乌克兰利用北约武器进攻俄本土，但当初还说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海马斯、主战坦克、装甲车、巡航导弹以及战斗机呢。但事实呢，这些都已经援助或即将援助给乌克兰。事实上，如果乌克兰选择此时进攻顿巴斯或扎波罗热，肯定会遭到俄军顽强抵抗，造成双方大量伤亡。再加上这里已经是俄军防御的主要方向之一，选择这俩地方并不符合乌军一直以来出奇制胜的战术。当初能在哈尔科夫取得大胜利，也是泽连斯基先表示要解放赫尔松地区，使得俄军将精锐兵力调往赫尔松，然后乌克兰反其道而行，转而选择进攻哈尔科夫，打了俄军一个措手不及。显然，现在选择攻击俄本土，可能是在重现这种战术。面对这种反攻不知从何时何地开始的困境，俄罗斯能做的也只有将兵力重新调配，尤其是在别尔哥罗德州等边境地区需要重新进行防御部署。但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来说，本就捉襟见肘的兵力更加难以应对各种威胁。反正不管普京如何调配，兵力就是不够用。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